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飞机上突发疾病，谁会站出来救你？在万米高空，没有医院，没有专业设备，医生的存在就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但如果告诉你，在全球航空界流传着一句话，如果飞机上有台湾医生，那就稳了，你会相信吗？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场在国际航班上的生死时刻，让你看看台湾医生到底是如何在空中展现惊人实力的。事情发生在某次国际航班上，那天我飞的是从上海往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。乘客登机的时候，我随意扫视了一圈，发现机上大多是外国乘客，黄皮肤的亚洲面孔寥寥无几。飞机起飞后，机舱内一片平静，有人戴着耳机追剧，有人趴在小桌板上补觉，还有人翻着杂志打发时间。我坐在休息椅上，正准备闭目养神，谁也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即将打破这片宁静。突然，前排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她在用德语在喊着救人。我跟空乘立马冲过去，看到一位60多岁的外国男性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额头冒冷汗，几乎要昏迷过去。他的妻子在旁边急得眼泪直流，语无伦次地说话，显然是吓坏了。我赶紧通知机长，广播立刻响起，各位乘客，如果您是医生或医护人员，请立刻到后舱协助。全机一片死寂，大家都开始四处张望，谁会站出来呢？就在这时，商务舱里的一名中年男人毫不犹豫地解开安全带，站了起来。他走得很稳，用普通话淡定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医生，我来看看。”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在这片沉默的机舱里，他的话就像是突然炸响的雷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那一刻，我有点疑惑，这人是上海的医生吗？不过他的口音又有点奇怪，感觉不像是来自上海的普通话。可我没时间多想，赶紧带他去病人那边。医生蹲下后，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。他迅速检查病人的脉搏、面色，手指按在颈动脉上，皱了皱眉，脉搏很弱，手脚冰冷，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很大。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发号施令：有没有阿司匹林？快让他嚼了。氧气瓶呢？赶紧给他供氧。调整机舱温度，减轻缺氧的风险。空乘们忙得不可开交，但这个医生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最精准的判断。大家最初还有些犹豫，但看着他的专业，眼神里渐渐流露出崇敬。整个过程他非常冷静熟练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经过千锤百炼一样。连一名空乘悄悄跟我说，他看起来比我们见过的很多医生都要专业。病人逐渐恢复了一些气力，呼吸变得平稳，脸色也有了些许好转。空乘们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们对这位医生的敬佩才刚刚开始呢。他看出病人有点紧张，可能会加重病情，就开始用温柔的语气安慰：“没事的，保持冷静，我们马上就能处理好。”这时，有一名空乘忍不住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保持冷静？”他微微一笑，台湾医生每天都在处理紧急状况，这种情况已经算轻松的了。我当时愣住了，这还算轻松？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他是来自台湾的医生。后来才知道他叫林医生，平时在上海工作，这次是来德国参加医学会议的。飞机终于平稳地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，机舱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生死时刻的目击者来说，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不过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，乘客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次空中救援的经历。没想到消息瞬间在全球社交平台上引爆，一名德国乘客率先在推特上发了动态，刚刚在汉莎航空的航班上见证了一场精彩的急救，台湾医生太厉害了。接着其他乘客纷纷转发留言称，有台湾医生在，真的让人放心。不到几个小时，这条消息就冲上了德国社交媒体的热搜，甚至多个主流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。这件事传遍了世界各地，不仅是德国、台湾、美国，甚至新加坡都在讨论这次空中救援。台湾医生的名字再一次响彻国际。那为什么台湾医生在全球范围内能有这么高的认可度呢？首先是台湾的医学教育标准非常高，
在台湾，想当医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得经过一套极其严格的训练。医学系的门槛本来就高，录取率低得吓人，光是考进医学院就已经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但考进去只是开始，真正要成为一名主治医生，至少得花上10年以上的时间。不仅要学扎实的医学理论，还得经历各种高强度的临床实习，几乎天天泡在医院里，见各种疑难杂症。光是考试就够狠了，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因为跟不上节奏而被淘汰。更别提实习的强度，很多台湾的实习医生每天工时超过12个小时，轮班熬夜是家常便饭，就算困得不行，也得打起精神，确保病人的安全。可以说，每一个台湾医生都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被磨练出来的，个个都是真正能扛得住大场面的硬角色。其次就是台湾医生的实战经验极其丰富。台湾的医疗体系不仅发达，而且急诊室几乎全年无休，随时都在高负荷运作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台湾医生早已见惯了各种突发情况，不管是严重车祸、心脏骤停，还是罕见的过敏性休克，他们都能第一时间反应，迅速判断病情，然后拿出最专业的处理方案。就拿急诊来说，台湾的医院接诊速度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再加上他们长期在高强度、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，抗压能力简直拉满，就算是遇到最棘手的情况，也能保持冷静，精准施救。所以，当他们遇到突发状况时，才能临危不乱，让人由衷佩服。最后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台湾医生真正做到了医者仁心。如果说专业能力是台湾医生的硬实力，那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最大的软实力。在台湾，医生不仅是救治病人的专业人士，更是病人的倾听者、陪伴者。他们不仅仅是冷冰冰地给出诊断，而是会耐心解释病情，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，尽量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恐惧。这在很多紧急情况下真的能救人一命。所以不管是在国际航班上，还是在海外的医院，甚至是在战区、灾难救援现场，我们总能看到台湾医生冲在最前线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人。总而言之，台湾医生已经成了专业、责任感和温暖的代名词。像这次航班上的急救事件，其实只是台湾医生好口碑的冰山一角。你们怎么看？如果这次航班上的突发状况发生在你身边，你是否也会被台湾医生的专业与温暖所感动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并记得按赞和订阅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。